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。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凄凄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。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。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。陪你等风停了，雾散了，雨住了，雪化了，再见绝美月光，还有我在你身旁。有了。哎，姑姑，你魔怔了吧？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，让她做夜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。这样，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，我们也有的吃了。好，咪咕，这就这样绑门去。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，在凡间照顾元贞。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？君上，你不懂，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。我一定要去找姑姑，让她替元贞渡劫。他惹下了祸事，他就需要历劫。别说是青丘白浅，就算是折颜上神，恐怕都管不了。不，姑姑能管。你对你的那个姑姑，未免也太信任了吧？不是我太信任姑姑，而是我跟君上的事，天宗已经欠了青丘。这件事，别人不管，姑姑一定能管。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契约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白浅的性子，若是他为难你，君上不要担心，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扇，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。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我。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，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2行队，这会儿去怕是晚了。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做什么呀？给我登记一下啊！会打鱼，还会烹鱼。一会儿就到我了，自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多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听明谷说，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煲汤。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
下一位，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肯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姑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嗯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来，一塘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状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。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。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
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夜华君的侧妃，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地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？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4海笑话的人，
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，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嫁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，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簿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他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
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……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？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韵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数雨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猛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。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？不错。
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，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，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。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，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父。师父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少仙，那日在东海义军出言不逊，今日反倒学会对昆仑虚低头了吗？我是来求见司音上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见司音？哼！7万年前，正是因为与你异界一战，我师尊战死，司音也随之失踪。你竟还有颜面来这里，还说什么要见他？上仙，前几日我见过司音，我想他与昆仑虚颇有情深。若是回来，他一定会来昆仑虚。什么？你见过他？在何处？在东海北岸，北荒境内。北荒。义军，请回吧。虽说我昆仑虚为了天族不会再与异界为敌，可和异界也绝无任何情谊。至于司音，我和众师兄会继续找他的下落，就不劳义军费心了。不送。少仙留步。问他有什么用？既然阿英故意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那些昆仑虚的人又怎么会晓得？火麒麟，君上，回大紫明宫。是。君上。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，手中均带着这幅画。听闻，这幅画正本
是义军黎靖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这分明又是祸国。天风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黎靖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黎靖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有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帝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见到此画卷，一时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乖，婴儿真乖。君上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君上，你看，他很乖，不吵也不闹。你别闹了，都300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清醒？就是因为你当初偷了阵法，我们才会生下病儿。君上，臣妾已经找到法子，让他醒了。君上，只要婴儿醒过来，就证明臣妾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。到时候，臣妾再为君上生上几个小皇子，啊，还有小公主。君上不是最想念胭脂吗？到时候臣妾再为君上生几个小公主，好不好？事已至此，你就放手吧。我问你，司音到底是谁？7万年，你还想着那个男人吗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她和你一样，也是狐族女人？狐族女人？不可能！我在昆仑虚亲眼见她更衣过，他是个天族男人。君上也曾与他在一处，怎会不知道他是天族男人？我早就知道她是女人，但她却没有告诉我她是狐族，不是天族人。狐族女人。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我不信她是狐族女人，君上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当真不知道？婴儿真乖，只要婴儿乖乖听娘的话，娘就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。
千金，原来是你！我竟然没有想到，原来司音就是你！为什么我最爱的男人，一直惦记的都是你？你都有了墨渊了，为什么还要来跟我抢离境？墨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墨渊。您看看这个，这是采用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仙乐玉露，您闻闻多香啊！您看看，姑姑回来了，姑姑回来了，不是说去凡间了吗？是啊，这么快？没想到白浅竟然不在，真是老天爷来助我。天上一日，凡间1年。你们以为时间过得很快，实则已经过了数个月了。这倒也是，姑姑早上挑拣的，说是去凡间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让我留着这琵琶，姑姑明日回来再取。那要不要我帮你送去狐狸洞啊？不必，我自己拿回去吧。谢谢了。姑姑今天可真可笑，是啊，太奇怪了。就是。娘亲回来了。姑姑。娘亲。你方才叫我什么？娘亲不是告诉阿离说要离开青丘1日吗？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因为娘亲很想你。姑姑不是说您要去凡间至少有1日吗？凡间太过无趣，我就先回来了。无趣？怎么了？姑姑不是要去帮绍兴的儿子渡劫吗？就是因为渡劫太过容易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陪娘亲进狐狸洞好吗？好。走，乖儿子。姑姑虽然宠爱小天孙，却知道天族礼法，从不叫他做儿子。今日的姑姑确实有些奇怪。好了，去将墨渊上神抱来吧。姑姑忘记了。忘记什么？你不是怕太子殿下发现墨渊上神，所以亲自施法将炎华洞给遮住了吗？哦，对啊，炎华洞。我们现在就去炎华洞吧。儿子，你在这等着我啊。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不是姑姑。尼姑，你不要胡闹。姑姑见了墨渊上神，都要先行弟子礼的。你不是姑姑，你是玄女。你个叛徒，你还敢来青丘？
姑姑有何吩咐？去把小殿下给我抱过来。是。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，我去将她救了。不可不可，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，岂不更麻烦？芊芊，几日不见，我想你想的可厉害了。你可想我？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。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？你怎设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岁月覆满爱人袖，偏偏芳菲如水流。凉凉天一帘月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。人间一度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3生3世恍然如梦，许的年风干泪痕。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是雨，何时还会春生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水无尽，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。无声远，前尘。